水下如何导航，指北针如何使用。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新的一期教学节目。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在水底下能够来去从容的到达你想去的地方。那么关键就是如何去使用水底下的这个指北针了啊。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就是大家经常所用的各种指北针的类别啊。如果你经常使用的是手机的话，手机里面你比如说 iPhone 里面默认的它就有一个指北针，这个是电子的指北针，它的北边现在是指到我的左边，没有错吧？如果我们是去野营，是去户外活动，去登山，去徒步，那么我们带的就是这种指北针。它的转盘呢跟这个手机的基本上原理差不多，它也是靠地理的磁场，然后告诉你北边是在哪边。你看它可以看到它指的方向呢是一样的。那但是如果你是去水里面的话，我们经常的使用的是就是这种抗压式的指北针啊。它为什么是抗压？因为它的这个表盘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立体的，它的里面全部都是油啊。因为液体它是抗压的，跟人的身体是一样的嘛。然后水跟水在一起，它是不会被挤坏的，所以呢。它这是物理上的构造上面的一些不同啊，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它的北指的其实也是一个方向，没有错吧？所以说，无论你用的是任何款式的指北针或者是指南针，那么它们的指的地理磁极的北边应该都不会偏差太大。那么另外一边就是南边了，对吧？所以指北针、指南针名字不一样，但是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主要是来看一看，在水底下的这一款指北针啊，如何具体的去使用。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喜欢水下摄影，你拍出来的照片是灰蒙蒙、发绿、发蓝不好看的话，那请大家去我的网站看一下我的这个水下滤镜包啊，它可以帮你一键还原水下精美的色彩，在我的网站上有销售，购买链接放在视频下面，谢谢。指北针它的这个原理和构造其实也是非常简单的，它是靠地理的这个北极的这个磁场啊，把这个针呢不停的指到这个北边，然后这个红色的线呢，英文叫做 rubber line， 它永远都是要对着你前进的方向的啊。如果你是这个方向前进，你对的这个方向，那就是错的。如果你是这个方向前进，你的表盘拿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可以的，或者是这个样子斜了都是不可以，它一定要是水平的啊，要不然里面的那个指北针的这个磁针和这个盘啊，它会跟里面有摩擦，所以它就不是很准确了。当你要去的方向确定了以后，这个表盘呢的转动，它的刻度可以锁定你要所去的方向。你记住你要去的是多少度以北或者多少度以南，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指北针还有一个小窗口是在这个地方，从这个窗口呢，它可以看到里面的刻度。但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指北针使用的初级使用方法啊，而我刚才说的这种小窗以及这个表盘的刻度，我要告诉你们是要去忘记它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都是到了后面啊，比较找高深一点的东西，去的东西比较需要精度，而且是比较复杂一点的指南的情况。今天为了避免让大家混淆，让大家这个一头雾水，我们今天就忘记这两个东西。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很简单的如何直着出去，然后直着回来，并且如何用其他的方法帮助你来导航。如果在能见度正常的情况下，那么大多数的情况下你是可以回到原来出发的位置，差不了多少米的啊，非常非常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啊，如果现在我们是在海边出发之前呢，你看着大海，你要去的地方，你大概会有一个标记嘛，对吗？如果没有标记，其实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把这条红线对着你要去的地方，然后呢，你把你的表盘的这2个尺的地方啊，拨到它现在指北的这个地方啊，锁死它。从此以后你就不要再去碰这个表盘了，只要你保持在你的手腕上是持平的这样子，潜水的时候你可以保持这个姿势，这个姿势你游的时候它是
水平的嘛，这样子它的表盘不会上也不会下，或者你一个手能走得很平也可以。然后呢，你就跟着你的要去的这个方向就不停的游。比如说你要去的这个方向是一条直线，就是我现在贴的这条绿色的这个线啊，你不停的跟着它直走的时候，你看它一直是卡在这个北边的这个位置，是不动的，所以你永远都会在这条线上。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到了你要去的这个地方，你现在要掉头了，教科书上会告诉你把这个表盘啊转180度，然后那么你回来的时候掉头回来，你现在回来走了，那么它这个北又会指在这2个词里面，没有错吧？还是顺着这个原来这条线回来。其实这样子的很多学生都已经记不住，就是说他在底下潜水，你要看气体，要注意深度，要找前半，你还要再去拨这个表盘，还要记那个刻度。我跟你讲，这个表盘你就设定好了以后，你连碰都不要去碰它啊！尤其是初学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遍。如果是我是怎么去用这个东西的？把它设到原来这个北的位置啊，卡死了。没错吧？它差不多就是90度这样子，北边在这边嘛，因为我们家的北边是靠这边的。然后你直着走，你比如说往前踢了20步，对吧？你是蛙踢或者是正常的这种交替式打水啊，往前踢了20步，那么你现在要回来了20步，你比如说20米，那么你转一圈180度转回来，那么你现在能看到的是什么？南边 south， 它就对的是这边的2个尺，对吧？而北边呢？又对的是这帮这个单尺，它就等于转了180度回来，出去的时候是90度，那么回来的时候就是对面270度，没有错吧？它永远都相差180度，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很简单，你出去的时候北边是在2个尺之间，回来的时候北边就对着1个尺就好了。所以说你这个表盘一旦设定好了，你就不要再去动它了。如果你要出去对的是另外一个参照物，比如说是一块岩石，或者说是一个洞穴，或者是你下去的那条船，同样的，你只要把你的红线对着你要去的地方，把你的表盘不断的调整你的方向，然后卡死以后，这个方向你就不要动了。当然了，在水底下，你比如说有潮汐，它可能会把你往2边偏移，那么你要记住这个，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可以稍微侧一点，或者说你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离原来出水的地方会有一定的偏差，但是大概位置是错不了的嘛。然后在水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你导航？比如说水底下这个高度到高度线、水草还有沙地。你比如说你游着的时候，越来越深是有水草的，一开始的时候都是石头和沙子嘛，然后还有这个波浪，它随着这个波浪的时候是越来越密，快到海边，到最后是越来越平整的。或者说是太阳，你比如说你下去的时候，你太阳是在你身后的，那么你潜了40分钟，如果不是说的是大中午的话，它应该还是在你的后面或者是在你的前面，那么你就知道你返回来游的时候，它应该就在你的另外一个方向，没有错吧？还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利用潮汐，比如说现在明明是在退潮，把你往出拉，那么你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你应该更艰难？因为你是顶着流游的，所以你的方向就对了。所以说指北针辅助，但是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利用的啊。往往你不用指北针，你大概应该都知道你是去什么地方，因为深度呀、阳光和周围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参照物，没有错吧？那么这个表盘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其实它是荧光的啊。夜潜的时候，如果把所有的灯都关了，你现在拿手电筒这样的往上这么一照，照上这么5秒钟啊，你一松开，哇，你看整个都是绿的。所以说它夜晚的时候，这个也非常非常的棒哦，你也是能看见的啊，用手电直接去照它就好，明白了吗？那么什么时候指北针不可以使用，就是不好使用？比如说周围有很多的金属物，或者说是周围是强磁场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地方的岩石的组成含铁量比较高，或者说这原来就是一个比如说是废弃的矿场，你在里面去潜水矿洞嘛，或者说的是你比如说我们去潜这个坎特伯雷号还有惠灵顿的这个军舰啊，F69号，还有这种彩虹啊，对吧？彩虹号这种军舰，大型的军舰啊，你在周围走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就有很多的金属，所以指北针是不准的啊。在这种密闭的环境里面，我们进去的时候，你一般是应该知道能看见对面的出口，如果看不见的话，是应该用导线的，所以这个是比较深一级别、更危险的一种导航方法。指北针往往在这种地方是不可以使用的哦，明白了吗？好，你看我的这2个指北针，你们看一下啊，它的这个带子啊，长短不太一样。其实他们买来的时候，它的带子的长短其实是一样的。我把这个给剪掉了，是因为带子太长嘛。我平时穿湿衣的话，你这一根刚刚好就够。但是如果你要用干衣的话，这种带子千万不敢剪啊。用了干衣以后，你里面有衬里，干衣本身就比
平时的潜水服更厚一些。如果你把带子就剪这么一点点，你会发现你扣不上去哦。所以我买了2个，就是为了穿干衣的时候用这个，或者说的是你用那种表带的延长线也可以，明白了吗？这就是为什么你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给你这么长，谁的胳膊那么粗？其实不是，是给冬天干衣使用的啊。然后这个指南针在穿戴的时候啊，我喜欢是穿在手腕上，因为穿在手腕上的时候，我往往旁边，你看我潜水的时候，它会放一个这个潜水电脑，这样子我在用的时候，我一抬头的一瞬间，我在水里面这样看啊，我看到我的深度、气体的同时，我还能知道我去的方向是对不对的。我在水里面，你看我的影片都是这样一看，我就一眼就明白了，因为它转得很快，在水里面你看它很快就转到你要原来卡的那个位置了，没有错吧？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在自己玩的时候、训练的时候啊，你们可以就是像这个是我以前的学生啊，训练的时候就是拿一个指南针、指北针，然后你就这样子放在你的头下面，然后你确定好你要去的方向，然后头上蒙一个毛巾就行，这样你看不到周围的参照物嘛，你的余光，然后你就走上，比如说10步、20步，然后再转一圈，再转回来。当然了，让周围有一个朋友看着你啊，不要撞到其他东西受伤就不好了。然后你看看你的导航有多么的准确，明白吗？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比如说用这种吊绳啊，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可以挂在你的 BCD 上，这边你拿一个钥匙链直接挂在这个指南针上连起来，这样子你用的时候啊，这么一拉，从你的 BCD 这样直接拉出来，然后你这样看一下，然后放回去也是可以的。有很多方法啊，只不过就是你这样会多一个东西嘛。还有一个就是3连表，你的气压，你的对吧？潜水的深度在表上，转一圈的背面它往往就是指南针。当然了，我喜欢用这种表，反正放在手上就很方便了。希望这一期视频有帮助到大家，在水底下潜水的时候啊，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然后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然后呢，能够大大的增加你潜水的这个乐趣啊！不要蒙着头，只是跟着前伴走，然后生水在什么地方都是听天由命。其实最好还是知道自己在哪里，你回去的时候尽量是在水底下，这样也不容易被上面的船撞到啊！好，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希望有帮助到大家。喜欢的话点赞、留言、转发给你的朋友。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